你所有的消费10倍返还，但只能维持8小时。以你那恐怖的花钱能力，8小时后能否刷成世界首富？你正在刷着手机，突然脑海中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宿主发送的狗头被选中，限时神豪系统已激活，宿主8小时内产生的任何合法消费行为，将以10倍金额及时返还至你的账户。警告：禁止直接转账给他人，必须产生真实交易消费。8小时倒计时结束后，系统自动解绑，所有未消费资金保留，但不再返现。听着脑海里的提示音，你人直接傻了。卧槽，发狗头真他喵绑定系统！作为一个理性的量化交易员，你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哪怕只有1/1000的概率，你也想要尝试一下。10倍返现如果是真的，5块5花出去变成55，55花出去变成550，550变成5500。你在脑海中瞬间构建了一个指数增长模型，美元 FV 等于 PV 反斜杠 time 1+2N 美元，只要流转速度足够快，这哪里是系统，这分明是一台并不存在的永动机啊！想到这儿，你没有犹豫，拖着疲惫的腿，踉踉跄跄地冲出了家门。楼下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你推门进去，值班的店员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看到你脏兮兮的样子，眼中立刻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嫌弃。要买什么快点，别弄脏地板。你没理会他的态度，注意力都在身后的货架上。犹豫片刻，你颤抖着手拿下一瓶依云水，走到收银台，5块。店员没好气的扫了码，你拿出手机点开付款码，手指悬在空中，停顿了半秒，滴扫码成功，手机震动了一下，支付完成。看着还剩5毛的余额，你的心跳几乎停止了，死死盯着手机屏幕，又死死盯着空气中那个倒计时，7点55分20秒，1秒、2秒、3秒，空气仿佛凝固了。店员不耐烦地把小票拍在桌上。就在这时，你的视网膜上突然炸开了一团金色的粒子特效，紧接着是类似于老虎机中奖的图标疯狂旋转，叮，有效消费检测成功，返现入账中。几乎是同一瞬间，手中的手机再次剧烈震动，一条支付的弹窗通知硬生生地挤进了破碎的屏幕。您的尾号8892账户于22.05分收到转账收入人民币50元，备注股票分红。你的瞳孔瞬间收缩成针尖大小，5块真的变成了50块，一股无法形容的战力感从你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那是肾上腺素飙升带来的快感。你猛地抬起头，眼神中原本的死灰瞬间燃烧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饿狼般的绿光。店员被你的眼神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缩了缩。你干嘛？你没有说话，抓起那瓶还没开封的依云水，仰起头一口气灌了下去，冰凉的水流过火辣辣的喉咙，让你瞬间清醒。50块远远不够，距离改变命运还差1倍。看着7小时55分钟的倒计时，你把空瓶子重重拍在收银台上，把你这里最贵的烟拿10包。店员愣了一下，最贵的中华要65一包。他刚想嘲讽这个乞丐一样的男人买不起，却看见你举起了手机，屏幕上醒目的显示出余额数字50.5，顿时笑了，以为你买不起，结果真他喵买不起。你没有理会，看着柜台后费列罗礼盒48块，那先来个礼盒。3秒后，视网膜上的金色数字再次跳动，有效消费48，返现480，手机震动，余额482.5。你的嘴角终于控制不住的扬起了一个弧度，这个弧度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狰狞的笑容。从5块到50块用了1分钟，从50块到480块用了30秒，本金翻了近100倍，只用了不到2分钟。这就是复利，这就是资本的雪球啊！老板，你再次开口，这一次你的声音沉稳有力，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尽管你还穿着那身脏兮兮的衣服，先给我拿10盒48块的巧克力，分开扫码一次1盒。店员虽然觉得这人是个神经病，但送上门的生意不做白不做。行，1盒1扫是吧？低消费48，返现480，余额914.5。低消费48，返现480，余额1346.5。伴随着扫码枪单调的低声，你眼前的金色数字开始疯狂刷屏，那种美妙的声音，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交响乐。短短2分钟，收银台上堆满了10盒巧克力，而你的手机余额已经从最初的5.5元暴涨到了4800元。店员看着你手机上不断弹出的到账提示，眼神从鄙夷变成了疑惑，最后变成了震惊。哥，你这是？你没有理他，看着手里这4000多块钱，眉头却皱了起来。太慢了，这种几百块的便利店消费受限于商品单价和扫码速度，效率太低，你需要更贵的商品，更快的交易方式。看了一眼倒计时7点48分30秒，时间在流逝，每一秒流逝的不是时间，是几百万几千万的潜在财富。你一把抓起柜台上的那一堆巧克力，直接塞进怀里，这是必须要做的拿货动作，确立交易完成。接着转身往外走，把目光锁定了马路对面那家还亮着灯的24小时手机数码城，那里有单价几千甚至上万的电子产品，那才是这一阶段最完美的刷钱工具。推开了商场厚重的玻璃门，你径直走向了1楼最显眼的那个苹果店。玻璃柜台里陈列着最新款的手机、电脑和手表。欢迎光临！一个名叫小丽的女导购迎了上来，但当她看清你那双沾满泥巴的运动鞋和还在滴水的衣角时，脸上原本职业化的笑容瞬间僵硬，脚步也顿住。他下意识地用手扇了扇鼻子前的空气，仿佛闻到了什么异味。先生，我们这里不能充电，也不能避雨。小丽的声音变得冷淡。出门左转有个地下通道，那里宽敞。你没有生气。在华尔街做交易员的那几年，你见过比这更露骨的势利眼。在这个世界上，尊严是明码标价的商品。你径直走到配件区，指着货架上一副白色的无线降噪耳机，这个多少钱？小丽翻了个白眼，抱着手臂没动。AirPods Max 3999。先生，那是展示机，可别乱摸。我要了。你掏出手机，点开付款码，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小丽愣了一下，似乎没听清
金，你说什么？我说我要了。你把手机屏幕对到他面前，扫码。小丽狐疑的看着你，又看了看那碎得像蜘蛛网一样的手机屏幕，她心想这大概是个偷了家里钱出来装阔的疯子，或者是个想要闹事的主。先说好，拆封不退。小丽嘟囔着，慢吞吞的从柜台下拿出一盒新的。低支付成功，3999。你手机震动了一下，余额瞬间缩水到几百块，但下一秒，只有你能看见的视网膜界面上，金色的粒子狂舞，那个巨大的倍率转盘再次出现，指针疯狂旋转，最后狠狠地定格在10这个数字上。有效消费3999，您的账户于22:25收到转账收入39990元，备注离岸技术服务费。你看着余额变成了4万加，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这才是真正的赚钱速度，比在便利店刷巧克力快了整整1个量级。给您装起来。小丽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点，但也仅限于此。她转身准备去拿包装袋，不用装了。你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平静的令人心悸。把你们店里最高配的 MacBook Pro 拿2台，要现货。小丽猛地转身，瞪大了眼睛看着你，最高配的 Pro 要25000一台，2台就是5万。少废话，我时间宝贵，你刚才计算过，旗舰店的扫码结算流程平均耗时45秒，如果一件一件买，8小时内撑死能刷几千万。要想达到那个足以买下整座楼的目标，就必须提高单笔成交额。可是5万块需要主管授权才能开票，叫主管滚过来。你的声音不大，但兜里有钱的气场，让小丽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她慌乱地按下了对讲机。1分钟后，一个穿着西装、打着发蜡的男主管走了过来。先生，我是这里的经理，您确定要2台顶配？经理上下打量着你，眼神同样充满了怀疑。你懒得解释，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7点35分15秒，倒计时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不只要2台。你环视了一圈店铺，指了指柜台里那一排排崭新的手机，那边的 iPhone 17 Pro Max 1TB 版本的有多少库存？经理愣住了，大概有30台吧，全都要了。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店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周围几个正在看手机的顾客都停下了动作，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你。我全都要了。经理听完，声音瞬间变了调。先生，这可是一笔30-40万的大单子，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这里不支持赊账，也不支持分期付款审核，我只刷卡扫码。你面无表情，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分批付。你的大脑在飞速计算着资金的回流速度。第一笔先刷2台电脑，付完款后再刷10台手机，然后再刷剩下的。动作要快，我赶时间。你现在的本金只有4万，买不起全部库存，但你可以利用系统的即时返现机制，用第一笔的返利去支付第2笔，以此类推。这就是空手套白狼的极致，高频回转交易。经理虽然觉得这个要求很怪，但送上门的业绩没理由不要。他招手叫来2个店员去备货。快，收银台前，你先扫了2台电脑，消费5万。不对，你眼神一凛，差点算错。刚才耳机返现是39990，加上之前的几百块，总共4万出头。2台顶配电脑要5万，先拿1台，你立刻改口。这台2万5，消费25000，余额剩余15000加。3秒后返现25万，余额暴涨至26万加26万。你的心脏狂跳，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好了，现在剩下的那1台电脑加上10台手机一起算。你敲了敲柜台催促道，经理的手都在抖，他这辈子没见过这种买法。1台电脑2万5，10台手机13万，总共是15万5千，消费15万5千，返现155万155万。你闭上了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100万级，仅仅用了不到10分钟，你从一个身无分文的乞丐变成了一个拥有100万现金的富翁。这种力量感比掌握和按钮还要让人迷醉。先生，经理的声音都在颤抖。此时他看你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不再是看乞丐，而是看财神爷。剩下的还要吗？剩下的。你睁开眼看着堆满柜台的几10个白色包装盒，这些东西现在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剩下的打包，但我拿不走。你看了一眼门外，店有送货服务吗？有，当然有，全程闪送专车护送。经理点头哈腰，脸上笑开了花。送到金水桥下那个公共厕所旁边的垃圾站。你淡淡的说。经理和周围的店员全都石化，没听懂吗？送过去。你顿了顿，眼神中闪过一丝嘲弄。随便你们怎么处理，扔了也好，自己分了也罢，反正我买过了。说完，你转身就走，留下身后一屋子目瞪口呆的人。走出商场，你看了看卡里躺着的160万，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赵彪那阴恻恻的声音夹杂着电流声传来：“你小子挺能躲啊，但我的人看见你在数码城了，看来你藏了不少私房钱啊。50分钟内，我要是在老地方见不到你和50万，我就去把你那个植物人老爹的氧气管砸了。”电话挂断，你握着手机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赵彪，你咬着牙，眼中杀意沸腾。你想玩？那我今晚就拿钱把你活埋了。160万，在普通人眼里是一笔巨款，但在你的复利计划里，这只是一个尴尬的中间数。这点钱确实够还赵彪的高利贷，但如果现在去还钱，就等于把本金交出去。系统规则是消费返现，还债属于债务偿还还是消费？系统没有明确说明，但你不敢懂。万一还债不算消费，那这160万就真的没了。你不仅失去了本金，也失去了继续滚雪球的资格。剩下的7个小时，你将重新变回穷光蛋，所以必须先把这160万变成实物，触发返现拿到1600万，然后再用这1600万里的零头去砸死赵彪，这才是最优解。想到这，你拦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扔给司机200块现金，去最近最大的金店，5分钟内赶到，不用找了。司机一脚油门，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5分钟后，黄澄澄的金饰散发着庸俗的光芒。你走到柜台前，没有废话，把你们店里的金条全部拿出来。柜员是个中年大姐，见过不少大场面，但也被你这股气势吓了一跳。先生，今天的金价是480元一克，我们店里最大的规格是1000克的金砖，您要几块？你盘算了一下手里的余额，160万大概能买3块多，先给我拿3块。你把那张刚绑定的电子银行卡调出来，刷卡。好的，3块1公斤金砖，一共是144万。大姐操作着电脑，
先生，请出示身份证。大额黄金交易需要实名登记，你递过那张沾着你点的身份证。刷卡机响了一声，然后是一阵刺耳的报警。大姐皱起眉头看着屏幕，先生，您的卡显示交易受限。什么？你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卧槽，银行风控了！大姐把卡退回来，解释道，您的账户平时流水很少，突然在大半夜进行100万级别的异地大额消费，触发了银行的反洗钱系统，这张卡暂时被锁定了非柜面交易。你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头顶。风控，你千算万算，算准了复利模型，算准了时间效率，却忘了一个穷鬼突然暴富本身就是一种罪。该死！你狠狠地捶了一下柜台钢化玻璃，引得门口的保安往这边看过来。如果卡刷不了，你就没法消费，没法消费就没有返现，没有返现你就只有这被冻结的160万数字，实际上身无分文。而赵标给的期限只剩下不到半小时了，还有别的支付方式吗？你咬着牙问。有是有，但是第三方支付也有单日限额。大姐无奈地说，普通用户一天也就5万10万的额度，您这可是几百万的生意。你的大脑在燃烧，绝境啊！手里明明有金山，却挖不出来。就在这时，你的手机再次震动，不是赵标，是一条来自银行短信。建设银行尊敬的客户，您的账户触发临时保护，如需解除，请本人携带身份证至柜台办理，或回复短信验证。你盯着那条短信，突然你的目光落在了柜台旁边的一个广告牌上，本店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黄金回购实物置换。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你脑海中闪过，如果不走支付通道，而是走转账通道，不，系统禁止直接转账。但如果你猛地抬起头，老板在吗？我就是店长。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从后面走出来，刚才一直在观察你，小兄弟，遇到难处了。你盯着他的眼睛，语速极快。我有钱在卡里，但被限额了，我现在急需现货黄金，你这里接不接受溢价对赌？什么意思？店长眯起了眼睛。我分批刷。你举起手机，我用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所有的支付渠道都用上，每个渠道刷到限额为止，哪怕只能买一根项链，我也买。但我有个要求。你深吸一口气，身上的气势陡然变得狂暴。我每买完一次，你就立刻帮我把金子回购回去，并给我现金，或者转账到我指定的另一个不被风控的2类卡里。店长愣住了，你疯了？一来一回，你要亏掉20%的手续费和折旧费，你图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没人会做这种亏本生意。买入金条，立刻卖出，瞬间亏损20%。但这正是你的破局之道。亏20%又怎样？系统返现是1000%，你只要完成购买这个动作，系统就会判定消费成功，返现就会到账。至于金子卖回去拿到的那点现金，只是为了绕开风控，制造新的流动性。别管我亏多少，你把手机拍在柜台上，眼神赤红，做不做？不做我换一家。这白送的钱，你不赚有的是人赚。店长盯着你看了3秒，像是在看一个散财童子。商人逐利，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傻子才不做。做！店长一拍大腿，小李开单。既然这位老板想玩，咱们就陪他玩个痛快。于是，一场诡异的交易开始了。这条项链5万扫码，消费5万，系统返现50万，回收扣除手续费退你4万现金。你拿着那4万现金，加上系统返现的一小部分，立刻进行下一轮。每一次交易，你都在亏损实体资金，但你的系统账户里数字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向上攀升，500万、800万、1200万，短短20分钟，你就在这家金店里完成了几十次买入卖出的循环。店长笑得合不拢嘴，光手续费他就白赚了几十万，而你看着系统界面上那个最终的数字，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当前可用资产2500万元，风控的口子被撕开了。虽然主卡还是冻结状态，但分散在各个零钱账户和现金里的钱，足够你做任何事。你从柜台上抓起最后一次交易买下的一块500克金条，没有卖回去。这块金砖沉甸甸的冰冷坚硬。谢了，你对店长说。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刹车声，3辆黑色的面包车横冲直撞的停在金店门口，车门拉开，10几号手持钢管和砍刀的混混冲了下来，领头的正是赵彪。他一脸凶相，光头上全是雨水，一眼就看见了站在柜台前的你。好小子，真在这儿！赵彪狞笑着，带着人推开门口被吓傻的保安，大步闯进金店。陆明，时间到了，钱呢？要是拿不出来，老子今天就在这金店里给你开个瓢！店里的顾客尖叫着躲避，店长也吓得缩到了柜台后面要报警，你却没动，背对着赵彪，手里把玩着那块金砖，接着慢条斯理的转过身，脸上没有一丝恐惧，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淡漠。赵彪，你的声音很轻，但在死寂的店里听得清清楚楚。50万是吧？赵彪被你的眼神盯得心里有点发毛，但他仗着人多吼道：少废话，连本带利55万，少一个子儿！哐一声巨响，你猛地抬手，手里那块500克的金砖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狠狠地砸在赵彪脚边的地板砖上，大理石地砖瞬间碎裂，金砖深深地嵌了进去。赵彪吓得往后一跳，脸色煞白。这是50万，你指着地上的金砖，送你了。没等赵彪反应过来，你又从怀里掏出一笔东西，那是刚才店长退给你的几捆红彤彤的100元大钞。啪，第一捆钱砸在赵彪的脸上，砸得他鼻血长流。这1万是医药费。啪，第2捆钱砸在他胸口，这1万是精神损失费。你一步一砸，每一捆钱都像砖头一样狠狠砸在赵彪和他的小弟身上。漫天飞舞的红色钞票像一场暴雨，瞬间淹没了一切暴力与嚣张。捡啊！你怒吼一声，声音如同雷霆。你们不是喜欢钱吗？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捡了。那一刻，赵彪看着满地的钱，又看着眼前这个如同魔神般的男人，双腿竟然开始打颤。原本凶神恶煞的小弟们，此时也都不自觉地放下了手里的钢管，眼神贪婪地盯着地上的钱，却没人敢动。你走到赵彪面前，捡起那块金砖，轻轻拍了拍赵彪满是冷汗的光头，拿着这块金子，你凑到他耳边低声，回去告诉那个所谓的大老板，这点钱只是利息，我也想跟他好好玩玩。赵彪咽了口唾沫，他是混社会的，但他从未见过这种拿钱当石头砸人的疯子。这种人身上有一种比暴力更可怕的味道，资本的血腥味。走，快走！赵彪抓起金砖，
狼狈的招呼手下撤退。金店里重新恢复了安静，满地都是钞票。你站在钱堆中央，身体微微晃动了一下，那是肾上腺素褪去后的虚脱。你看了一眼倒计时，6点45分0秒，还有不到7个小时，第一关过了。但你知道，这只是新手村的教学关卡，真正的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你需要更大的杠杆。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号码，那是你曾经最信任也背叛你最深的前合伙人留下的烂摊子公司的财务总监。喂，老张，你的声音恢复了绝对的冷静。我要收购一家上市公司，今晚就要。老城区夜巴黎大排档，你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那部碎屏手机，而在你对面坐着一个胡子拉碴、穿着气球毛衣的中年男人。男人眼神浑浊，正对着一瓶只剩底的二锅头较劲，手抖得像帕金森患者。这就是张晨光。3年前，他是海上市赫赫有名的金牌 CFO， 擅长极其复杂的资本运作和税务筹划。现在他因为那场导致你破产的暴雷案，被行业封杀，老婆跑了，房子被拍卖，成了一个整天混迹在红灯区和大排档的废人。你要收购天行重工。老张打了个9嗝，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看傻子的嘲弄。你脑子被门挤了，那是 A 股的壳资源，虽然是个空壳，但市值也还在20亿100亿。你拿什么买？拿你那条命！你没说话，只是把手机推了过去，亮出余额。老张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刚想嘲笑，突然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僵住。他揉了揉眼睛，凑近了看，再揉了揉，嘴巴一点点张大，足以塞进一个鸡蛋。卧槽，2500万！老张的声音瞬间清醒了一半，他猛地抬头，死死盯着你。你哪来的钱？那个跑路的王八蛋把钱还你了？不可能，他还在这个星球上吗？这钱干净。你收回手机，声音平静，但对于那个计划来说，这只是零钱。老张深吸一口气，抓起酒瓶灌了一大口，试图压惊。我要让这笔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没有任何阻碍。老张沉默了，他看着你，仿佛看见了3年前那个在华尔街意气风发的金融天才又回来了。不，比那时候更可怕。那时候的你眼里有光，现在的你眼里只有黑洞。如果你拒绝，这10万块现金归你，算我请你喝酒。你从脚边的黑色塑料袋里掏出一捆钱，扔在桌上。如果你同意，你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如恶魔低语。今晚过后，海上市的金融圈，你会是那个制定规则的人。老张盯着那捆钱，又盯着你。良久，他狠狠地把酒瓶摔在地上，玻璃渣四溅。反正老子现在也是个废人。老张红着眼吼道：“干了！你说吧，第一枪打哪？”你嘴角微扬，站起身，去把你的破毛衣脱了。我们去买车。买车？老张愣住了。你不是要收购公司吗？买车干什么？代步？不。你整理了一下衣领，看着远处雨幕中若隐若现的豪车展厅灯光，是为了生产现金流。海上市国际赛车场超跑豪车会。当你和换了一身得体西装的老张走进大厅时，负责接待的销售总监微微皱眉。你身上的那股泥腥味虽然淡了，但那种亡命徒的气质与这里的奢华格格不入。但在验资确认了那实打实的2500万后，总监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先生，欢迎光临。今晚您想看点什么？我们刚到了一台布加迪卡人，落地价3200万。如果您有兴趣。太便宜了。你打断了他。总监噎住了。3000多万的车太便宜了。你站在2楼的护栏边，俯瞰着整个展厅，你的视网膜上每一辆车都不再是车，而是一个个带激活的返现包。现在手里有2500万，买一辆2500万的车，返现2亿5千万，然后用这些钱买下整个展厅。你指着展厅中央舞台上那辆被聚光灯笼罩的银灰色跑车，科尼塞格湾，对吧？总监眼睛一亮，先生好眼力，这是镇店之宝，全球限量6台，售价2600万。不过这辆车因为是收藏级，需要加价提车，落地大概要2800万，但你手里只有2560万。老张，你回头。老张立刻会意，虽然他手心全是汗，但还是拿出了当年谈判专家的架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2500万。如果不卖，我们就去隔壁的法拉利中心把他们的库存清空。总监脸色一变，清空法拉利库存，这口气太大了。但看着你那双毫无波动的眼睛，他竟然不敢怀疑。这我需要请示老板，1分钟。你看表，我只等你1分钟。总监擦着汗跑去打电话。老张凑过来低声，你疯了？花光所有钱买一辆车，买了车之后呢？这车又不能立马变现，流动性极差。我们不是要凑6个亿吗？谁说我要变现？你看着楼下的神车冷笑，我只要买这个动作。30秒后，总监跑回来，老板同意了，2500万现在全款立马过户，刷卡。你递出卡。这一次因为有了老张刚才在路上通过人脉进行的紧急公关和分散转账，资金渠道暂时畅通，消费成功。你的心脏再次提到了嗓子眼，这是最大的一笔赌注。如果系统在这一刻判定购买汽车属于资产置换，不属于消费，或者卡在这个金额上，空气凝固了1秒，那熟悉的金色轮盘再次出现。这一次的光芒甚至刺痛了你的视神经。巨额消费达成，触发暴击奖励，1000%返现入账中。手机在口袋里疯狂震动，像是要炸开一样。你拿出手机，看到那条刚刚弹出的银行短信，您的离岸信托账户转入人民币2亿5千万元，备注家族基金分红2亿5千万，成了。你缓缓吐出一口气，感觉后背已经湿透了。你转头看向那个还捧着 POS 机，一脸恭敬的总监，车钥匙给我。总监双手奉上那把造型像盾牌一样的碳纤维钥匙，恭喜先生，这辆神车现在是您的了。需要我们为您安排交车仪式吗？不用。你接过钥匙，在手里抛了抛，然后你做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包括老张、总监、保安、围观顾客都终身难忘的动作。你随手一扬，把那把价值连城的车钥匙扔进了1楼大厅的人工喷泉池里，扑通一声，水花溅起，全场死寂。先生，总监的下巴都要掉在地上。您这是？我不喜欢它的颜色。你淡淡的说，然后指了指大厅里剩下的所有车，法拉利、兰博基尼、迈凯伦、保时捷，一共大概40多辆，除了那一辆。你指了指水池里那辆科尼塞格，剩下的全部打包，全部。总监觉得自己可能听力出了问题，听不懂人话吗？你此时的气场已经完全变了。如果说刚才你是个有点钱的暴发户，现在你就是真正的神。2亿5千万现金留在手，整个展厅在你眼里不过是个玩具店。算账。你看向老张，你去跟他们对账。
长，只要能立刻刷卡，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统统都要，总价控制在2个亿以内。老张的手都在抖，但他眼里的光却越来越亮，那是对金钱游戏的狂热。明白，交给我。老张冲向柜台，拿过计算器，手指飞舞如同弹钢琴。这辆911，这辆大牛打包95折，不打折不买，快点给我合同。整个豪车会乱成了一锅粥，所有的销售都疯了，拿着合同狂奔，财务室的打印机都要冒烟了。你站在2楼，看着楼下的疯狂，每一次刷卡，每一次签字，你的系统界面都在疯狂跳动。消费800万，返现8000万；消费1200万，返现1.2亿；消费500万，返现5000万。资金池里的数字开始以一种令人恐惧的速度膨胀，3亿、5亿、8亿、10亿。半小时后，整个展厅被洗劫一空，每一辆车上都贴着已售的标签。老张瘫坐在沙发上，嗓子都哑了，领带歪在一边，但脸上挂着病态的红晕。算完了，总共花了1.8个亿，买了42辆车。你看了一眼系统余额，当前可用资产20亿5千万元，20亿加上那些不动产，你的身价在这1小时内翻了近100倍。这些车怎么办？老张喘着气问。我们没地方停，也没时间处理。你走到栏杆边，看着那些属于你的钢铁怪兽，叫几辆拖车，拖去哪？拖到天行重工的大门口。你眼神冰冷，把大门堵死。那是我们要攻下的第一座城池，海上是 CBD 天行大厦。倒计时4点30分0秒。雨夜中，一支诡异的车队正在城市的主干道上疾驰，几十辆拖车载着各式各样的顶级超跑，像是一条钢铁长龙，浩浩荡荡的杀向 CBD。你坐在头车那辆唯一捡回来的科尼塞格副驾上，老张在开车，虽然他手还在抖，车窗外的霓虹灯光速后退。现在的资金量已经引起注意了。老张一边开车一边盯着后视镜。刚才我有几个在银行的朋友发消息问我，是不是在帮哪个洗钱集团操作？我们的账户虽然分散了，但资金归集的动作太明显，再这样下去，最多半小时，金针就会介入。半小时够了。你看着手里平板电脑上的资料，那是关于天行重工的全部内幕。这是一家典型的僵尸企业，主营业务停滞，负债累累，但因为拥有上市资格和市中心的一块工业用地，成为了各路资本眼中的肥肉。目前的实际控制人叫王天霸，一个靠煤矿起家的土老板。他一直想卖矿，但要价太高，且必须要买家承担所有的隐形债务。我们要见王天霸，约不到的。老张摇头，这个点他肯定在云顶会所搂着嫩模喝酒，而且听说金圈的赵公子最近也看上了这个，正在跟他接触。我们是生面孔，连门都进不去，那就砸门。10分钟后，天行大厦楼下，巨大的拖车队直接把大厦的正门堵得水泄不通，几千万的跑车像垃圾一样堆在门口，红蓝色的警示灯闪烁，把保安都看傻了。你下车抬头看着这座漆黑的大楼，给王天霸打电话，告诉他有人来送钱了。如果他10分钟内不出现，我就把他公司的这些烂账发给证监会。你拍了拍手里的一叠文件，那是老张刚刚整理出来的天行重工财务漏洞。老张深吸一口气，拨通了电话。5分钟后，一辆挂着金牌照的黑色迈巴赫带着刺耳的刹车声停在了外围。王天霸从车上跳下来，满身酒气，身后跟着4个彪形大汉。哪个不长眼的敢堵老子的门？找死是不是？王天霸一看到那堆跑车，先是一愣，随即怒火中烧。你站在雨中，身后是老张和那辆科尼赛格。王总，初次见面，我是陆明。你没有废话，直接开门见山，我要买你的公司，全资收购。王天霸眯着绿豆眼打量着你。陆明，哪冒出来的愣头青？你知道我有多少债务吗？你知道赵公子出多少钱吗？不管赵公子出多少，我出双倍。王天霸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双倍？小子，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赵公子出价是1个亿的签字费，外加承担所有的债务。我的债务有20个亿，你出双倍，你有40个亿吗？你面无表情。40亿，你现在只有20亿现金，但你有系统，我可以现在就付给你定金。你拿出手机，5个亿现金立刻到账。王天霸的笑声戛然而止。在这个现金为王的年代，能立刻拿出5个亿现金的人，整个海上是不超过1只手。你是认真的？但我有个条件，你往前走了一步，这笔交易不能走股权转让。看，王天霸和身后的老张同时猛的，收购公司不走股权转让，那走什么？我要买你的资产包。你指着这栋大楼以及大楼后面那片废弃的厂房，我买你的地皮、设备、库存、专利以及你的债务。我以购买服务和资产的名义把钱给你，然后你把股权无偿赠送给我。这是你想出的绝杀。消费是收购，如果直接买股权，系统可能判定为投资 investment 不返现，但如果买的是地皮、设备 good 和债务处理服务 service， 那就是消费。只要是消费，就能触发10倍返现。王天霸眼珠子乱转，这对他来说没区别，反正钱到手就行，甚至还能避税。行是行，但赵公子那边，我给你10个亿的现金，你直接加价。语气平淡的像在买白菜，其中5个亿是资产购买款，另外5个亿是你的精神损失费。你拿了钱，立刻滚去国外，赵公子找不到你。10个亿，王天霸的呼吸急促了。成交。王天霸也是个狠人，当机立断，只要钱到账，公章、执照、合同立刻归你。老张，你合同。就在老张拿出电脑准备现场办公的时候，一道刺眼的远光灯突然打断了所有人，又一队车队冲了过来，清一色的黑色奥迪 A8，中间夹着一辆劳斯莱斯幻影。车门打开，一个穿着白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男人走了下来，他身后跟着的不是保镖，而是一群穿着制服的律师和会计师。王总，这么晚了在跟谁谈生意呢？年轻男人声音温润，但却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王天霸一看到这个人，腿都软了。赵公子。赵无极看都没看王天霸一眼，径直走到你面前，他比你高半个头，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满身泥点和雨水的你。前量化交易员，3天前刚刚破产。赵公子推了推眼镜，竟然准确的说出了
了你的底细。我想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在短短4小时内搞到了这20亿的资金。你瞳孔微缩，这个人很危险。赵无极代表的是真正的老钱家族，他们的情报网无孔不入，这跟你无关。你冷冷地说，确实无关，因为不管你有多少钱，这家公司你买不走。赵无极打了个响指，身后的律师递上一份文件。10分钟前，我已经通过债权人会议冻结了天行重工的所有资产。王天霸现在没有资格卖任何东西给你，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张纸都在法院的保全查封范围内。绝杀不仅是资金的博弈，更是权力的碾压。只要资产被冻结，无法交易，你就无法消费，无法消费就无法返现，无法返现，这20亿就是你的终点。王天霸吓得缩在一边不敢说话，老张也是脸色惨白。麻烦了，司法冻结是硬伤，解冻至少要3个月，我们没有时间。你看着赵无极那张高高在上的脸，赵无极在笑，那种猫捉老鼠的戏谑笑容。先生，看来你的游戏结束了，不过我对你的资金来源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做我的狗，我可以考虑帮你还那50万的高利贷。你突然笑了，笑得肩膀颤抖。赵公子，你很懂法律。你抬起头，眼神中燃烧着疯狂的火焰，但你不懂金钱的本质。你转身看向天行大厦，老张，这家公司的债务总额是多少？22亿。好，你点点头，然后看向赵无极，你说资产被冻结了，不能买卖，那替人还债算不算买卖？赵无极皱眉，你举起手机对着天空，仿佛在对那个看不见的系统对话。系统，听好了，我要购买一项服务，这项服务叫企业信誉恢复服务，具体的执行方式是，我替天行重工全额偿还所有债务。我不是买公司，我是做慈善。全场哗然，赵无极的表情终于崩了。你疯了？你替他还22亿，你1分钱资产都拿不到，你是白送钱。在这个世界上，没人会做这种事，替别人还债，自己什么都得不到，这就是纯粹的扔钱。但在你的眼里，这正是系统规则的极限漏洞。消费等于支出且不求回报，如果不求股权，单纯还债，这就是一种最高级的消费行为，是购买了信誉这个无形资产。系统判定中，视网膜上的红字在剧烈闪烁，显然连系统都被这个宿主的疯狂逻辑搞宕机了。你在赌系统的底层逻辑是促进资金流动，而不是商业获利。1秒、2秒，空气仿佛要爆炸。滴，判定通过。行为性质：购买企业信誉重组服务，无形资产类消费，金额22亿元。你毫不犹豫按下指令，支付成功。刚才积攒的20亿现金，加上几千万的零头，瞬间清空，余额归零。赵无极看着手机上弹出的债权人解除冻结通知，整个人都傻了。他从未见过这种打法，自杀式袭击，你图什么？赵无极喃喃自语。就在这时，你的身上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金色光芒，那光芒之盛，甚至盖过了大厦的探照灯。史诗级消费达成，触发隐藏成就救世主，倍率提升至2000%，返现入账440亿元。440亿，你缓缓睁开眼，感受着那一串足以买下半个海上市的数字在脑海中激荡。你走到已经彻底石化的赵无极面前，轻轻帮他整理了一下领带。赵公子，你的声音轻柔，却如同惊雷。刚才那22亿，算我请你的。现在这家公司没有债务，也没有冻结了，但我不想买它了。你指了指脚下的大底，我要买下这整个 CBD。天行大厦顶层办公室，倒计时4点，雨停了，但海上市的空气却比暴雨时更加粘稠，仿佛轻轻一划就能滴出水来。赵无极走了，带着他那群金牌律师和被粉碎的骄傲，狼狈地撤离了天行大厦。但他临走前留下的那个眼神，像是一条毒蛇，冰冷且充满了不死不休的意味。你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片流光溢彩的 CBD， 这里是海上市的心脏，每一栋摩天大楼里都流淌着数以亿计的资本血液。而现在，你手里握着一把足以切开这颗心脏的利刃，440亿静静地躺在系统的全息界面上，散发着妖异的红光。这不仅仅是钱，这是核武器。老张推门进来，手里捧着一杯速溶咖啡，手抖得差点把咖啡洒出来。他刚才去财务室查了账，虽然知道你有钱，但当他亲眼看到那张用来还债的黑卡里显示的余额位数时，差点当场心梗。赵无极不会善罢甘休的。老张声音沙哑，他是赵氏财团的继承人，赵家控制着海上市30%的商业地产和物流网络。刚才我收到消息，金融圈已经下了封杀令，没有任何一家投行敢接我们的单子，也没有任何一家中介敢帮我们收购大楼。你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刺激着味蕾。封杀令，你笑了，笑得轻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撬不开的墙角，只有不够锋利的锄头。你把咖啡杯放在昂贵的红木办公桌上，指了指窗外巨大的 LED 广告屏幕，那是天行大厦外墙的巨幕，正对着整个 CBD 广场。老张，我要发个招聘广告，招聘，现在去哪招？猎头公司都不敢接电话，不需要猎头。你眼神狂热，我要向全城招聘，就在这块屏幕上，用最大的字体，最亮的光。内容写什么？你想了想，说出了那句后来被载入金融史册的疯话：招聘临时操盘手，要求懂怎么花钱，时薪100万，现结。老张手里的咖啡终于还是洒了。100万时薪，你是要招巴菲特吗？我要招狼。你整理了一下衣领，赵家能封杀投行，但他能封杀人性吗？我要组建一支只认钱不认人的雇佣军。今晚我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倒计时3点45分0秒 ，CBD 中心，原本深夜冷清的广场，此刻却像炸了锅一样。天行大厦那块几百平米的巨型 LED 屏幕突然亮起，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只有黑底白字，鲜血淋漓的粗体，时薪100万，来天行大厦顶楼，带上你的脑子和贪婪。这一行字像是一颗深水炸弹，瞬间引爆了整个城市的焦虑与
可望。刚下班的社畜，在这个城市打拼的白领，怀才不遇的金融民工，甚至是在路边摊吃宵夜的落魄交易员，所有人都抬起了头。起初是怀疑，紧接着有人看见一个穿着拖鞋的程序员冲进了大厦。10分钟后，那人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走了出来，当街打开，里面是整整100万现金。人群疯了，短短15分钟，天行大厦的1楼大厅被挤爆了，警方不得不出动维持秩序。但面对这种赤裸裸的金钱诱惑，警戒线形同虚设。顶层会议室，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作战指挥室，几十台服务器被搬了进来，无数根网线像蜘蛛网一样爬满地面。你坐在主座上，面前坐着30个人，这是从几千人里筛选出来的精英，他们中有被华尔街辞退的量化天才，有黑客，有精算师，甚至还有一个刚刚出狱的诈骗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眼神里那种饿狼般的绿光。废话不多说，你指了指身后的大屏幕，上面是一张海上市 CBD 的详细地图，每一个区块都被标上了价格。我这里有440亿现金，你把那张黑卡扔在桌子中央，发出清脆的响声，全场响起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花光它。你站起来，双手撑在桌子上，像个正在布道的头子。我要买下 CBD 所有的流动性，记住，我不买楼，太慢。我要买债，买期权，买使用权。我要你们在1小时内把赵氏财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买断，把他们商场里所有的库存买空，把他们酒店以后10年的房间全部订满，只要是能扫码的、能刷卡的、能签合同的，统统给我买下来。那个刚出狱的诈骗犯举起了手，声音颤抖：“老板，这算恶意收购吗？这叫饱和式消费。”你冷冷地看着他，出了事我顶着赚了钱你们拿，现在哪怕是买空气，只要有发票我都认。行动！伴随着你的一声令下，这支由亡命徒组成的金融雇佣军开始疯狂运转，键盘的敲击声密集成一片暴雨。这里是 A 组锁定赵氏百货的线上商城，正在清空所有 SKU， 预计消费2亿。B 组报告已联系上赵氏地产的3大债权人，正在洽谈打包收购20亿的不良资产包。C 组正在通过 OTA 平台预定全城5星级酒店未来1年的总统套房，预计消费5亿。你坐在指挥台前，看着系统界面上的数字开始疯狂跳动，支出2亿元返现20亿元，支出5亿元返现50亿元。资金池里的水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像海啸一样越涨越高，400亿、600亿、800亿。你感觉到鼻腔里涌出一股温热的液体，大脑在高强度的运算和极度的兴奋下，毛细血管开始破裂。但你不在乎，看着屏幕上那个被红色标记包围的赵氏集团大厦，那是赵无极的老巢。赵公子，你擦掉鼻血，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封杀我！现在我要把你买下来当宠物养。倒计时3点，赵氏集团总部董事长办公室，一只昂贵的古董花瓶被摔得粉碎。赵无极面色铁青地站在办公室里，他的父亲赵氏财团的现任掌门人赵建国正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抽烟。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赵无极咆哮着：为什么我们的股价在1小时内暴涨了200%？为什么我们的库存被清空了？为什么连我们大楼的物业公司都被人买走了？秘书战战兢兢地拿着平板电脑汇报：少爷，是陆明，他在疯狂扫货，不仅仅是买东西，他在买断我们的供应链。刚才他买下了全城所有的物流配送服务，导致我们的货运不出去。他还买下了供电公司的优先保供协议，甚至什么？说啊！甚至他花了2亿买断了我们大楼所有保洁阿姨和保安的劳务合同。现在楼下的保安已经把制服脱了，说是你给他们发了10倍工资，让他们立刻下班回家睡觉。赵无极只觉得眼前一黑，这是什么流氓打法？釜底抽薪？不，这是直接把锅给砸了。爸！赵无极看向父亲，动用关系吧，切断他的网，冻结他的账户。这小子疯了，再这样下去，明天早上赵氏就改姓陆了。赵建国吐出一口浓烟，眼神阴鸷：已经在做了，我已经给银监会的老朋友打了电话，5分钟后，全市的银行结算系统会进行技术性维护。他的钱再多，赚不出来也是废纸。还有，赵建国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天行大厦，通知供电局 ，CBD 区域线路检修，我要让它变成瞎子笼子。姜还是老的辣，切断资金通道，切断物理能源，这是降维打击。天行大厦顶层指挥室时间倒计时2点50分0秒，原本热火朝天的指挥室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的电脑屏幕同时弹出了网络连接中断的提示，紧接着头顶的灯光闪烁了2下，啪的一声全部熄灭，黑暗降临，只有窗外的月光勉强照亮了众人惊恐的脸。怎么回事？停电了，网也断了，手机没信号，备用电源呢？怎么连备用电源都没启动？骚动在人群中蔓延，那些刚刚还在疯狂下单的雇佣军开始慌了，他们是为了钱来的，现在钱路断了，恐惧瞬间占据了上风。是赵家动手了？老张在黑暗中摸索着点亮了手机手电筒，脸色惨白，全频段屏蔽，物理断电，他们这是要困死我！你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视网膜上系统界面依然亮着，那是唯一不受物理法则限制的光源，但那行红色的倒计时显得格外刺眼。2点48分30秒，没有网无法支付，没有电无法操作，这一招确实狠。老板，现在怎么办？有人带着哭腔问。我们是不是完了？你慢慢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整个 CBD 除了赵氏大厦还亮着灯，其他地方都陷入了一片漆黑。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展示。完了，你看着远处赵氏大厦那耀眼的灯光，就像看着一只挑衅的巨兽。赵家以为切断了网线，切断了电线，就能切断资本的流动吗？你转身，手机的光打在你的脸上，形成恐怖的阴影。资本的本质不是数字，不是转账，是共识。只要人还在，交易就不会停止。你大步走到破碎的大门前，对着黑暗中的众人喊道：把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刚才从银行取出来的，还有你们自己身上的。老张虽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还是照做了。几个黑色的皮箱被打开，里面是之前为了应急准备的几千万现金。这点不够，你皱眉，系统，我要兑换现金。警告，大额现金提取需要时间，且无法享受返现倍率。少废话，能不能提？可提取至最近的 ATM 或运钞车。你嘴角上扬，老张，带人去把大楼里所有的灭火器、应急灯都找出来，我们要搞一场篝火晚会。10分钟后。
后，天行大厦的楼顶燃起了一堆巨大的篝火，在这漆黑的 CBD 中，这点火光显得极其微弱，却又极其显眼。你站在天台边缘，手里拿着那个老旧的扩音喇叭，深吸一口气，对着楼下漆黑的广场，对着那数以万计因为停电而不知所措的人群，吼出了声音：海上市的市民们，我是陆明。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赵氏集团切断了你们的电，切断了你们的网，他们想让这座城市停摆，想让我们认输。楼下的人群开始骚动，无数手机闪光灯亮起，像是一片星海。但我告诉你们，今晚这里不仅有电，还有光。你猛地一挥手，从天行大厦的顶层如下雨一般飘落下无数张红色的纸片，那不是纸，那是钱，那是真金白银的100元大钞，几千万的现金在夜风中飞舞，在篝火的映照下，像是一场金色的暴雪。人群沸腾了，尖叫声、呐喊声瞬间淹没了整个街区。钱是钱，天上掉钱了！你拿着扩音器，声音嘶哑而疯狂。听着，这些钱只是定金，虽然没网没电，但我还在，我的承诺还在。现在我要向你们购买一样东西。你指着远处灯火通明的赵氏大厦，我要买你们的愤怒，买你们的体力。每一个现在去围堵赵氏大厦的人，只要你拿着赵氏的一块砖头回来，我给你1万块现金；每一个去把赵氏集团的电缆挖断的人，我给他10万块；每一个大声喊出赵无极还钱的人，我给他1000块。系统判定你在心中怒吼，你在赌系统能识别这种原始的面对面基于口头契约的劳务购买，检测到大规模劳务雇佣行为。支付方式：现金撒币加口头承诺。判定结果：有效消费。购买内容：暴乱及群体性社会影响力。系统界面炸裂，触发特殊事件，民意洪流，倍率5000%。虽然无法实时返现到账，但系统的数字在后台疯狂累积。而这一刻，你要的不是返现，是楼下的人群疯了。如果说刚才还是为了捡钱的混乱，现在则变成了有组织的疯狂。拆了赵氏，1万块一块砖，冲啊！数万人组成的洪流，在这个黑暗的雨夜，像是一群被金钱点燃的丧尸，咆哮着冲向赵氏大厦。原本高高在上的赵氏大厦，此刻在人海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赵氏集团顶层，赵建国手里的烟掉在了地毯上，烧出了一个洞。他惊恐地看着楼下那密密麻麻的闪光灯，听着那震耳欲聋的喊杀声。疯子，他是疯子！赵建国颤抖着，他竟然用现金煽动暴乱，他不想活了吗？赵无极更是瘫软在地，他切断了网络，以为你是笼中困兽，但他忘了，在没有网络之前，人类最古老的交易方式就是赏金猎人。你站在天台边缘，看着那条由愤怒和贪婪组成的火龙吞噬向赵氏大厦，风吹乱你的头发，你张开双臂，仿佛在拥抱这混乱的世界。赵公子，你轻声说道，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忽然，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这次不是返现提示，而是一个黑色的带着骷髅标志的警告框。警告：宿主行为已严重干扰现实世界社会秩序，引发因果律反噬风险90%。系统修正程序启动，倒计时加速，当前时间流速 x2。你猛地低头看表，原本正常的秒针突然开始疯狂转圈。2点30分0秒，2点29分58秒，2点29分50秒，2倍速流逝，意味着你剩下的2分半小时，实际上只剩下1小时15分钟，连时间都要针对我们。你咬破了嘴唇，鲜血溢出，那就来吧，在1小时内，我要让这个世界彻底翻天覆地。天行大厦顶层天台，倒计时2点29分0秒，时间流速 x2 加速中。风变大了，夹杂着钞票的红色纸雨还在下，但你的身体却因为剧烈的寒意而颤抖。你死死盯着视网膜右上角那个疯狂跳动的倒计时，数字的跳动频率快得几乎拉出了残影。平常的1秒，现在只剩下0.5秒，这意味着你原本以为还充裕的2个半小时，在物理感知上只剩下1个小时出头。而你的账户里躺着的440亿，这笔钱如果花不出去，一旦倒计时归零，你不仅会失去一切，还会因为那个所谓的因果律反噬而万劫不复。该死！你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血水。赵建国的断网断电这一招，配合系统的恶意加速，简直就是把你往死路上逼。老板，老张气喘吁吁地爬上天台，手里举着一个像锅盖一样的黑色设备。找到了，人群里有个搞户外直播的极客，他车里有一套私改装的星链终端，可以绕过本地基站，直接连接近地轨道卫星。你眼睛一亮，一把抢过那个设备。那个极客呢？在楼下数钱呢。我给了他200万现金，他差点给我跪下叫爹。你迅速将终端连接到自己仅剩的一台还能开机的军工级笔记本电脑上，指示灯闪烁，红色、黄色、绿色，网络已连接 ，IP 地址加利福尼亚，通了！老张兴奋地大喊着，你没有欢呼，你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眼神冷酷的像是一台杀人机器。老张，赵氏集团最大的资产在哪里？老张愣了一下，大脑飞速检索。赵氏在国内主要是地产和物流，但那些都是重资产，哪怕现在下单也来不及走流程。他们真正的现金奶牛是美股，赵氏控股的泛亚科技在那斯达克上市，代码 PET， 那是赵建国用来向海外转移资产和洗钱的核心通道。现在几点？凌晨2点半，美股正是下午盘交易最活跃的时候。你的嘴角勾起一抹狰狞的笑，很好，你打开了一个黑色的交易界面，这是你当年在华尔街时使用的暗网交易端口，专门用于大宗离岸交易，440亿人民币，折合美元大约60亿。你看着屏幕上泛亚科技的 K 线图，股价正处于历史高位，走势平稳，像一条贪婪的巨蟒盘踞在高空。你想干什么？老张看着你的操作，突然感到一阵心悸。60亿美元虽然多，但对于一只市值1000亿的股票来说，直接砸盘可能水花都不大。而且如果对方有做事商户盘，我们可能会被吃干抹净。砸盘？你冷笑，那是低级玩家才干的事。你在键盘上输入了一串复杂的指令，我要买的不是股票，我要买期权，而且是极度虚值的末日看跌期权。老张的瞳孔剧烈收缩。末日看跌期权，金融圈俗称买彩票，只有当股价在短时间内出现断崖式暴跌，这些原本一文不值的废纸才会瞬间暴涨几百倍、几千倍。但如果股价不跌，或者跌得不够多，这60亿美元就会在瞬间蒸发，连灰都不剩。你疯了！如果赵建国此时护盘，他护不住，
你指了指楼下那片混乱的火海，那成千上万正在围攻赵氏大厦的人群。系统判定你心中默念宿主意图检测中，行为做空赵氏集团关联股票，关联事件宿主已通过，现金撒币，引发赵氏集团总部暴乱。判定结果，这是一场立体战争，物理打击配合金融做空，有效消费确认。你深吸一口气，手指悬在回车键上，440亿全部梭哈。赵公子，既然你喜欢玩阴的，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纽约华尔街某对冲基金交易室时间，美东时间下午13点30分，原本昏昏欲睡的午后交易时段，突然被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打破。见鬼，那是什么？一名资深交易员指着屏幕尖叫起来。大屏幕上，泛亚科技的期权池突然涌入了天量的卖单，不是卖单，是有人在疯狂扫货所有的看跌期权，不管价格多少，不管溢价多少，只要有人卖，就有人买。60亿美元的资金流来自开曼群岛的匿名账户，这是谁？这是要在10分钟内买下整个期权池吗？他在赌泛亚科技会在收盘前破产吗？这简直是送钱！就在华尔街的精英们嘲笑这个人傻钱多的时候，一条突发新闻弹窗，瞬间让整个交易大厅陷入了死寂。突发新闻：中国海上市赵氏集团总部遭遇大规模骚乱，大楼被不明身份人群围攻，电力切断，疑似爆发严重财务危机。配图是赵氏大厦在黑暗中被火光包围，无数人挥舞着钞票和砖头，场面如同末日。这则新闻是你那个100万时薪雇佣军里的黑客小组通过海外服务器同步推送到彭博终端上。恐慌，最纯粹的恐慌。原本还在嘲笑的交易员们脸色瞬间惨白，快抛售泛亚科技的证据，消息是真的，赵氏的老巢被端了，这只股票要归零了，跑啊 ！K 线图上那根原本平稳的红线，突然像断了线的风筝，垂直向下坠落，500分号、1000分号、3000分号熔断，恢复交易，继续暴跌，负50%。而在你的账户里，那些原本只值几美分的废纸期权，正在以几何级数增值，10倍、50倍、100倍。天行大厦天台上，你看着屏幕上那根代表赵氏财富的绿色巨阴线，放声大笑，笑声被狂风撕扯，显得格外凄厉。消费金额440亿元，系统检测到金融杠杆效应，本次消费产生毁灭性后果。倍率计算中，基础倍率1000x，毁灭加成200%。返现金额，数字在疯狂滚动，这一次数字涨得甚至超出了屏幕的显示范围，8800亿元，8800亿，这已经不是钱了，这是买下一个中等国家的 GDP。但你没有时间庆祝，因为你看见倒计时正在以一种更加恐怖的速度流逝。系统警告，因宿主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因果律反噬加剧，时间流速调整 x4，剩余时间1点15分0秒。你的笑容凝固在脸上，4倍速，你的生命正在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疯狂流失，手里握着8800亿，却只剩下不到20分钟的命。你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染红了键盘，你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摇摇欲坠。这是系统对肉体的负荷，也是神豪的代价。老张冲过来扶住你，惊恐地发现你的头发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那是生命力被透支的迹象。我没事，你推开老张，颤抖着手擦掉嘴角的血。8000亿还不够，你的眼神已经有些涣散，但那股执念却像钉子一样钉在脑海里。老张，赵建国还在挣扎吗？老张看着手机上的情报，声音颤抖。赵氏集团虽然股价崩了，但赵建国动用了他在金圈的所有关系，现在军队介入了。楼下巨大的轰鸣声传来，不是警车，是装甲车，10几辆防暴装甲车推开了围攻的人群，荷枪实弹的士兵迅速封锁了赵氏大厦，并开始向天行大厦推进。赵建国毕竟是老狐狸，他动用了最后的底牌权力，在绝对的权力机器面前，金钱引起的骚乱只是泡沫。陆明，你快跑吧！老张哭喊道，再不跑就来不及了，他们会以金融恐怖主义的罪名当场击毙你。你靠在栏杆上，看着下面那些冰冷的钢铁巨兽，跑，往哪里跑？倒计时结束就是死，被抓住也是死。我不跑。你站直了身体，那一头半白的头发在风中狂舞，让你看起来像个末路的君王。赵建国用权力压我，那我就买下这个权力。老张，帮我联系一个人。谁？那个传说中控制着这座城市地下网络，连赵家都要忌惮3分的影子市长九爷。九爷！老张吓得魂飞魄散，那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而且没人知道他在哪。我知道。你举起手机，因为拥有了8800亿，系统的权限似乎也随之升级了。你的视网膜上出现了一个覆盖全城的金色雷达图，那是金钱的嗅觉，哪里有最大的欲望，哪里就有九爷。他在城北的贫民窟。你转身走向天台边缘的那架之前赵公子留下的直升机，你会开吗？不会，那就学。你跳进驾驶舱，把那440亿换来。全能驾驶技能书瞬间拍进脑子里，螺旋桨开始旋转，巨大的风压吹得老张睁不开眼。你要去干什么？我去跟魔鬼做最后一笔交易。如果我回不来，这8000亿你帮我捐给孤儿院。直升机拔地而起，像一只黑色的孤鹰，冲向了黎明前最黑暗的夜空。城北贫民窟龙屋深处，倒计时0点45分0秒，物理时间流速 x8，仅剩5分钟。时间已经疯了，你感觉自己的心跳快得像肋骨，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剧痛，8倍速，这意味着你每1分钟都在消耗常人8分钟的生命。直升机粗暴地降落在贫民窟唯一的一块空地上，巨大的气流掀翻了周围几间简易棚屋，你跌跌撞撞地跳下飞机，手里提着2个巨大的金属箱子，里面不是钱，而是高纯度黄金。那是你刚才在直升机上通过系统商城紧急兑换硬通货。对于九爷这种人，数字不可信，只有金子可信。贫民窟里死一般的寂静，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窥视着这个从天而降的人。
我要见九爷！你嘶吼着，声音沙哑，没有人回应，只有一个穿着破烂背心的老头。正蹲在路边洗着一副油腻的麻将牌，你冲过去一把抓住老头的衣领，告诉我九爷在哪。老头抬起浑浊的眼睛，咧嘴一笑：小伙子，火气别这么大，你要找九爷有没有预约啊？我有这个。你一脚踢开那2个金属箱子，花箱子翻开，在昏暗的路灯下，璀璨的金光瞬间照亮了整个项目，整整200公斤黄金。老头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慢悠悠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水，跟我来。老头带着你穿过迷宫般的巷路，最后停在了一间看似废弃的地下室门前。推开门，里面别有洞天，巨大的空间里摆满了无数的监控屏幕，显示着海上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在正中央的一张龙椅上，坐着的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的黑帮老大，而是一个看起来只有10岁的小女孩。她穿着红色的洋装，怀里抱着一只独眼泰迪熊，正晃荡着双腿吃棒棒糖。陆明，就是你！小女孩的声音清脆，却透着一股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沧桑。那个要把海上市翻过来的疯子，你愣住了，这就是九爷。系统提示：检测到 SS 级关键人物，身份：暗网主脑情报贩子，地下秩序维护者。没时间废话了。你看了一眼倒计时，0点15分0秒，只剩2分钟了。我有8000亿。你跪在地上，大口喘息，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墨。我要买赵建国的命，不，太便宜他了。你抬起头，眼神中流出泪。我要买全城的关注，关注。小女孩歪了歪头，你要当网红？你指着那些监控屏幕，我要你黑进全城所有的屏幕，手机、电视、广告牌，甚至是出租车的计价器。我要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让这座城市的2000万人只能看到我，听到我。我要直播。小女孩笑了，她从龙椅上跳下来，走到那堆黄金面前，踢了一脚。这生意有意思，但200公斤黄金不够，我有8000亿都在卡里，你可以全拿走。我不要你的钱，你的钱被赵家盯死了，转给我就是麻烦。小女孩走到你面前，伸出那只拿着棒棒糖的手，指了指你的胸口。我要你的运势，我看出来了，你身上有个不得了的东西在透支你的命。这8小时过后，你可能会死，也可能会成神。如果我帮你，这8小时后，不管你剩下什么，都要分我一半。成交吗？你没有犹豫，成交。小女孩咧嘴一笑，露出了2颗尖尖的小虎牙。她打了个响指，小的们干活了，让整个海上市都看这位哥哥的表演。倒计时0点05分0秒，凌晨3点，就在赵建国的装甲车即将撞开天行大厦大门的一瞬间，整个城市突然亮了，不是灯光，是屏幕，无数人的手机自动亮起，无论怎么关机都关不掉。商场的大屏、写字楼的幕墙、地铁里的电视，甚至赵建国车里的导航仪，所有的画面瞬间统一。画面中只有一张脸，一张白发狂舞、眼神却亮得吓人的脸。陆明，系统在这最后一刻似乎感应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流量汇聚，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震荡。警告：宿主正在通过影响力而非金钱进行消费，系统逻辑重构中，升级成功。Phase 2神权模式开启，新规则：影响力等于货币，当前全程关注度2000万人在线，转化汇率1关注等于1能量点。你看着视网膜上那个突然变成金色的倒计时，原本疯狂流逝的时间突然停了，0点0分10秒，时间定格在最后10秒。这是系统的恩赐，还是回光返照？你对着镜头，对着这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对着正在看直播的赵建国和赵无极，缓缓开口。你的声音通过九爷的黑客技术，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同步响起，仿佛神谕。海上市的各位晚上好，我是陆明，一个有钱人。赵建国，你在看吧。画面中，你举起那张黑卡，然后当着2000万人的面，轻轻把它折断。卡里第8000亿，我不要了。全城哗然。赵建国在装甲车里瞪大了眼睛，他要干什么？你的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弧度。系统，我要进行最后一笔消费，要把这8000亿购买成全城每一个人的愿望。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10秒钟，凡是正在看直播的人，只要你在心里许愿要赵氏集团倒闭，我就给你1万块，现结秒到。这不是金融炸弹，这是因果律武器。2000万人，每人1万块，那就是2000亿，你付得起。关键是这不仅仅是钱，这是集结了2000万人的念力。在那个神秘的系统界面上，你看到了那股庞大的金色的能量，像是一条从天而降的巨龙，咆哮着冲向了现实世界中代表赵氏集团的气运主。许愿吧，为了钱也为了正义。屏幕前，无数个家庭，无数个路人，无数个被赵氏欺压过的小商贩，他们看着屏幕里的你，同时也看着手里突然弹出的到账通知，哪怕还没许愿前已经到了。赵氏倒闭吧！一个人喊了出来。赵氏倒闭，10个人，1万个，1000万个，一股肉眼不可见的恐怖声浪席卷了整座城市。咔嚓，赵建国手里的茶杯碎了。紧接着，他惊恐地发现，他头顶那原本如日中天的金色气运，在这一瞬间被2000万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地撕碎了。不可能！赵建国捂着胸口，一口老血喷了出来。系统提示：史诗级愿望达成，赵氏集团气运已清零，因果律生效，赵氏集团所有核心证据链已自动发送至最高级。赵建国突发脑溢血，赵无极车祸。画面中，你看着那一切的发生，露出了疲惫而满足的微笑。最后的1秒，0点0分01秒，时间到了，你闭上了眼睛，身体向后倒去，在那漫天的金色光点中，你仿佛听见那个冷冰冰的系统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情绪。恭喜宿主通关，未知地底深处特级收容病房时间。系统倒计时结束后24小时，你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一片白色的死海里，身体轻得像羽毛，又重得像灌了铅，没有声音，没有痛觉，甚至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心率恢复正常，脑波活跃度异常高，数值爆表。那个东西还在脑子里吗？无法检测，但在昨晚那场全程直播后，你的大脑皮层出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晶体化病变，就像是过在烧毁后的电路板。模糊的对话声传来，你猛地睁开眼，刺眼的无影灯让你瞬间流出生理性的泪水。你下意识的想抬手挡光，却听到一阵金属碰撞的脆响，当当！你的手腕、脚踝甚至脖颈都被厚重的合金镣铐锁死在手术台上，周围是一圈穿着全封闭生化防护服的人，手里拿着各种不知名的仪器，正像看外星生物一样盯着你。醒了，目标苏醒，注射镇静剂，快！有人惊恐的大喊。
你试图挣扎，却发现体内空空荡荡，那种曾经充盈全身，仿佛能掌控一切的金色能量消失得无影无踪。系统，你在心里默念，一片死寂，没有那熟悉的机械音，没有红色的倒计时，没有疯狂跳动的余额数字，视网膜上一片干干净净，就像那个系统从来没有存在过。幻觉吗？你自嘲地扯了扯嘴角，难道那疯狂的8小时，那440亿，那2000万人的愿望，都只是濒死前的一场大梦？就在镇静剂的针头即将刺入你脖梗的一瞬间，一道微弱的电流声在你脑海深处响起，不像之前的机械音那么冰冷，这次的声音带着一种电流不稳定的沙哑，像是老旧收音机的底噪。系统重启完成 V2.0 正式版结算报告已生成，你的瞳孔猛地收缩，不是梦。宿主陆明，当前状态：肉体极度透支基因所解锁1级，上一轮游戏战绩 S 级完美通关，当前资产余额 0.00。看着那个刺眼的0，你愣住了，没钱了，那8000亿呢？说明上一轮游戏为新手体验期，所有资金均为体验金，游戏结束后体验金清零，但宿主购买的资产与因果予以保留。当前持有资产：1海上市 CBD 全境，地契股权债权状态，司法冻结中；2赵氏集团残骸，气运已吞噬状态，等待接收；3 2000万市民的信仰锚点状态，潜伏期。警告：宿主已失去新手保护，当前面临威胁等级 SS 级，国家机器影视家族跨国资本。新任务发布，活下去。你笑了，笑声在死寂的手术室里显得格外刺耳，那些医生被笑得毛骨悚然，拿着针头的手都在抖。他疯了吗？你停止了大笑，眼神穿过无影灯，似乎看向了虚空中的某个存在。原来如此，新手村出来了，装备没收了，但给了一身的神装属性，然后把它扔进了满级怪堆里，这才是真正的游戏。别费劲了，你开口声音沙哑，但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那种药剂对我没用。为首的一个老教授愣了一下，随即沉声道：“你知道这里是哪吗？你是导致海上市昨晚瘫痪的罪魁祸首。我们现在怀疑你携带某种高科技生化脑物，配合一点，对你有好处。罪魁祸首。”你微微转动被锁住的脖子，眼神戏谑：“你们应该感谢我，是我帮这个国家清除了赵氏这颗毒瘤，那是法律的事，不是你煽动暴乱的理由。”老教授怒吼：“你知道昨晚有多少人因为你受伤吗？你知道经济损失有多少吗？8000亿，整整8000亿的坏账，全球股市都在熔断，那是旧世界的阵痛。你闭上眼，感受着体内虽然微弱但正在缓慢复苏的力量。我想跟你们的最高长官谈谈，你没资格。”轰！整个地下基地突然剧烈震动了一下，头顶的无影灯摇晃，灰尘扑簌簌的落下。警报！基地外围遭到不明武装力量入侵，第一道防线已突破，对方持有重型火力。那是赵家的私兵，不对，是雇佣军。手术室里乱作一团，你却睁开了眼，眼中闪过一丝金芒。你知道是谁来了？在上一轮游戏最后时刻买下的那个东西，不仅仅是赵建国的命，你还顺手买了一支军队。昨晚直播时，你在暗网上发布了一个悬赏，谁能把我从特级监狱里捞出来，赏金100亿，先付10亿定金。那10亿定金是你用最后一点体验金支付的，而剩下的90亿就要靠你现在的本事去赚了。看来我的保镖到了。你猛地发力，经过系统强化的身体素质爆发，那足以困住大象的合金手铐竟然被你硬生生崩断了连接轴。在所有医生惊恐的尖叫声中，你坐了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原本瘦弱的躯体此刻布满了流线型的肌肉线条，皮肤下隐隐有金色的光流转。把衣服给我。你指了指旁边架子上的病号服。老教授吓得瘫坐在地上，哆哆嗦嗦地指着大门：“你出不去的，外面全是特警，我不需要出去。”你穿上宽大的条纹病号服，走到手术室的监控探头前，对着探头露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微笑，就像昨晚在全程直播时一样。各位大佬，我知道你们在看。你的声音平静。赵氏倒了，这块肥肉你们谁都想吃，但你们吃不下，因为赵氏所有的核心资产都在我名下，没有我的指纹和虹膜，那就是一堆废纸。现在我有2个提议：杀了我，8000亿资产永远锁死，全球金融海啸继续，大家一起死。第二，你伸出2根手指跟我合作，给我自由，给我身份，我帮你们重建秩序。监控那头，京城某间会议室里，几位肩扛将星的老人死死盯着屏幕里的这个年轻人，沉默良久。坐在首位的老人掐灭了烟头，撤回特警，让他出来。这个时代，也许真的需要一个疯子。海上市原赵氏集团总部大楼，时间：系统重启后48小时。这座曾经代表着海上市最高权力的摩天大楼，此刻满目疮痍，外墙的玻璃幕墙在2天前的暴乱中碎了大半，大厅里还残留着被火烧过的焦黑痕迹。但今天这里却停满了挂着各种特权牌照的豪车，精锐8军牌、领事馆的黑牌，甚至还有几辆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防弹车，那是代表着真正影视家族的作假。因为今天你要在这里举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资产拍卖会。顶层宴会厅虽然窗户透风，地毯也被掀翻了，但没有人敢抱怨。数百位掌控着这个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佬，此刻都乖乖地坐在临时的折叠椅上，等待着那个男人的出现。你穿着一件借来的黑色西装，头发已经从全白恢复成了灰白色，随意地扎在脑后。你坐在主席台上，手里没有拍卖锤，只有一把从废墟里捡来的铁锤。各位，你敲了敲铁锤，清脆的声音让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欢迎来到0号大厦，我是这里的新房东陆明。台下无数道目光如刀子般射向你，有贪婪，有仇恨，也有审视。赵无极虽然车祸重伤，但赵家的旁系代表还在。一个穿着唐装的中年人站了起来：“陆明，别装神弄鬼了。官方虽然暂时放了你，但你身上背着巨额债务。赵氏的资产虽然在你名下，但那是负资产，银行都在催债，你拿什么还？拿你的命吗？”你看了他一眼，系统扫描：赵家旁系赵四海，资产评估30亿，欲望值90，赵四爷是吧？你淡淡一笑：“谁说我要还债了？”全场哗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还债，银行立刻就能申请破产清算，把这些资产拍卖，那就让他们卖好了。你摊开手，赵氏现在的资产几百栋烂尾楼，
几万个等着发工资的员工，还有一屁股的坏账，谁想要谁敢接？台下一片死寂。确实，现在的赵氏就是个巨大的雷，谁接谁炸。所以我不是来卖资产的。你站起身，身后的投影屏幕亮起，上面只有一个巨大的二维码。我是来卖特权的。这是什么？有人问。这是我开发的一个新 app， 叫神豪模拟器。你指着那个二维码，在座的各位都是有钱人，但你们的钱花的并不痛快，有监管，有风控，有舆论，但我手里有系统留下的绝对现金流通道。只要你们把钱存进这个，每一笔消费我都给你们提供因果率保护。想买违禁品，想做灰色交易，想在海外不被追踪，用我的通道，我收10%的手续费，保你平安。全场震惊，这简直是在公然挑衅法律，也是在建立一个地下的金融帝国。你凭什么保证？赵四海怒斥，你以为你是什么？就凭这个？你打了个响指，宴会厅的大门突然打开，一队全副武装的黑衣人走了进来，领头的竟然是那个在贫民窟的九爷。他骑在一个壮汉的脖子上，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而在他身后跟着几个外国人，那是华尔街几大投行的代表，以及中东某皇室的管家。九爷已经入股了。你淡淡的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投了意向金，沙特皇室刚才赚了50亿美金进来作为保证金。在这个世界上，资本没有国界，我掌握了赵氏留下的地下网络，加上九爷的情报网，再加上你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这个能在一夜之间搞垮一个财团的脑子，你们是想跟我作对，看着手里的股票变成废纸，还是想加入我一起瓜分这个新世界？沉默，死一般的沉默，直到那个一直没说话的金圈老人站了起来。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但这身衣服代表的分量比在场所有名牌加起来都重。陆明，老人开口了，声音洪亮，你的胆子很大，但国家不会允许一个不受控的地下央行存在。我知道。你看着老人，眼神清澈，所以我还有第二个产品。屏幕切换，出现了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那是贫民窟、烂尾楼、看不起病的穷人，收那10%的手续费，我不拿1分钱。你语出惊人，一半归国家作为特别税，另一半成立神豪慈善基金，专门用于解决赵氏留下的烂摊子，给工人发工资，盖完烂尾楼，我在帮国家维稳，我在帮富人赎罪，我在帮穷人活命。你直视着老人的眼睛，一字一顿，这就是我的共同富裕方案。您觉得这个交易划算吗？老人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这小子不仅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政治家。他把黑的、白的、灰的全部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利益共同体。良久，老人缓缓伸出手，拿出手机，那个 app 怎么下载？这一句话就像是发令枪。赵四海面如死灰，瘫软在椅子上。他知道赵家彻底完了，而其他的富豪们争先恐后的拿出了手机，对着屏幕扫码，生怕慢了一步就被踢出这个新的利益圈层。你看着台下疯狂的人群，嘴角依旧挂着那抹淡淡的微笑，但你放在背后的手却在微微颤抖，冷汗浸透了后背。系统提示：危机解除，宿主已成功建立现实锚点，神豪模拟器已上线，当前用户数108人，资金池注入500亿元价，解锁 Face 3新功能，欲望具象化。你松了一口气，赌赢了，用空手套白狼套住了一群狼。这时九爷跳到了主席台上，凑到你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大哥哥，你骗了他们，那个 app 根本没有什么因果率保护，那只是个普通的离岸账户外壳。你低头看着他，眼神深邃，只要他们相信我，那就是有，这就是金融的本质，信心。而且你摸了摸口袋里那只一直带在身边的录音笔，真正的因果率很快就要来了。什么意思？九爷眨巴着眼睛，你以为系统为什么叫悖论？你看向窗外，那里乌云密布，似乎又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因为钱本身就是个悖论，越花越多，越省越少。而我现在是这个悖论的管理员。突然，宴会厅的大门再次被推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了进来，一身白衣，满身绷带，坐在轮椅上。赵无极，他没死，但他看着你的眼神不再是仇恨，而是一种诡异的狂热。陆明，赵无极声音嘶哑，带我一个，我知道那个系统的秘密。你以为你是宿主？不，你只是第108号培养皿。你的瞳孔猛地一锁，系统界面突然弹出一个红色的感叹号，警告：检测到叛逃者接触，触发隐藏主线诸神之战，对方身份上一代系统宿主失败者。你看着赵无极，原来如此，这个世界不止一个挂逼，而赵无极是那个玩脱了的前辈。欢迎你，举起铁锤指着赵无极，入场费你那半条命。系统重启后50小时，地下金库厚重的防爆门缓缓合上，隔绝了外界所有的喧嚣。这里曾经堆满了赵建国搜刮来的明脂民膏、金条、古董、外币、现钞，但现在这里空空荡荡，只剩下正中央的一张巨大圆桌，以及几台闪烁着蓝光的服务器终端。你坐在圆桌的主位，手里把玩着那枚已经被你捏变形的铁锤，在你的对面是坐在轮椅上的赵无极，以及趴在桌子上玩弄着一把勃朗宁手枪的九爷。这是一种诡异的组合，一个新晋的神豪疯子，一个前朝的废太子，一个地下的情报女王。说吧，你把铁锤放在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关于诸神之战，还有那个所谓的第108号培养皿。赵无极费力地调整了一下坐姿，身上的绷带渗出点点血迹，他的眼神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傲，而是透着一种看透生死的死寂。你真的以为你是那个天选之子吗？赵无极的声音嘶哑，像是在用砂纸打磨。5年前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候我得到的系统叫做全能实业家系统，规则是只要我能造出东西，就能获得10倍的不知返现。你眉毛一挑，那你为什么输了？因为贪婪。赵无极苦笑，我疯狂地建厂囤积原材料，垄断供应链，我的资产一度膨胀到海上市第一。但就在我准备冲击世界首富的那天，系统发布了一个任务，吞噬。它让我吞噬掉我所有的竞争对手，不仅是商业上的，更是物理上的。我犹豫了，结果赵无极指了指自己的腿，系统判定我意志力不足，强制剥离。剥离的代价就是我的一双腿，还有赵家90%的契约。也就是从那天起，我那个愚蠢的老爹才上位，把好好的实业搞成了金融诈骗。所以系统是在筛选，不是在养蛊。九爷突然插话，他跳下椅子，
稚嫩的脸上露出一丝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阴冷。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存在的系统宿主不止一个，有神豪，有杀手，有医生，甚至有政客。每一个系统都是一颗种子，种子发芽需要养分，而养分，九爷指了指天花板，那里正对着繁华的 CBD， 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你沉默了，你想起那个因果律反噬，想起自己那一夜之间烧掉的8000亿。原来你在系统眼里，也不过是一个负责制造混乱、打破秩序的工具人。那诸神之战是什么？赵无极眼中闪过一丝恐惧。当某个宿主成长到 S 级，也就是你现在的阶段，系统就会开放杀戮权限，其他的宿主会感应到你的存在，猎杀你就能吞噬你的系统，获得进化。而且不只是宿主。赵无极指了指墙上的大屏幕，更大的威胁来自那些没有系统的怪物。屏幕亮起，显示的是一张复杂的全球金融流向图。原本平稳的数据流，此刻正像遭遇了杀群的鱼群一样，疯狂地向某个点汇聚。那个点就是你刚刚上线的神豪模拟器啊！看到了吗？赵无极冷笑。华尔街动手了，警报！检测到超大规模量化攻击，攻击源美国纽约量子对冲基金利维坦，攻击方式高频做空加流动性枯竭陷阱，当前资金池流失速度10亿每分钟。利维坦，你念着这个名字，那是传说中的海怪，它是华尔街几大巨头联合开发的量子 AI。作为前华尔街精英，你当然听说过这个名字。它拥有全球最快的交易速度，能在微秒级别内发现市场的定价错误，然后像食尸鬼一样把对手吃干抹净。神豪模拟器虽然吸纳了数百亿资金，但在利维坦这种国家级金融核武器面前，就像是一个拿着木棍的小孩面对全副武装的坦克。他们在做空你的信任。九爷飞快地敲击着键盘，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红色的瀑布线，他们在离岸市场上疯狂抛售0号大厦的债券，制造恐慌。一旦你的资金池被挤兑，那些刚把钱存进来的富豪就会像惊弓之鸟一样撤资，到时候不需要系统动手，你就会被愤怒的暴徒撕成碎片。你看着屏幕，短短10分钟，资金池已经蒸发了100亿。App 的后台收到了几百条 VIP 用户的质问消息，为什么我的钱转不出去了？听说美国那边查封了你的离岸账户，退钱。恐慌比病毒传播的更快。赵无极看着你，怎么样？绝望吗？当年我就是被这一招玩死。实业再强，在金融资本的降维打击面前，也不过是待宰的猪。你没有说话，闭上眼进入了系统界面。Phase 3能力，欲望具象化已就绪，当前可用能量影响力1800万点。赵无极，你睁开眼，瞳孔深处仿佛燃烧着金色的火焰。你输，是因为你只会在规则内玩游戏，而我，你站起身，身上的气势陡然爆发，竟然让九爷手里的枪都差点掉在地上。我最擅长的就是掀桌子。九爷，给我连线利维坦的控制端。九爷愣住了，那是量子加密的内网，连不进去的。不需要进去，只要连通语音频道就行。你冷笑，我要跟那帮华尔街的老吸血鬼通个电话。5分钟后，一个经过层层加密的电话线路被强行接通，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傲慢的波士顿口音的英语男声 Who is this？ 我是陆明，听着，我知道你们在做空我，我也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不就是钱吗？钱。对方笑了，笑声中充满了不屑。Mr. Lu， 你太天真了，我们代表的是全球秩序，你这种不受控的变量必须被抹除。你的资产将在10分钟内归零，是吗？你看了一眼倒计时，欲望具象化启动，目标贪婪，作用范围利维坦基金交易室。那我跟你们赌一把。你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如同恶魔的低语。我赌你们舍不得让我死。大洋彼岸纽约的一座摩天大楼里，几十名顶尖的操盘手突然感觉背脊发凉，他们惊讶地发现，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黑色的雾气，那是你通过系统将贪婪这种情绪具象化后，跨越半个地球投送过去的精神污染。如果我死了，我手里掌握的关于全球离岸洗钱网络的所有黑料，会在1秒钟内发送给各国税务局。你开始编造谎言，但配合欲望具象化，这个谎言在对方听来就是绝对的真理。我已经把0号大厦底下埋了1枚核弹，只要我心跳停止，这里就会变成废墟，连同你们投进来的钱一起灰飞烟灭。电话那头沉默了，贪婪的黑雾在他们心中滋长。杀了你，他们能赚一笔做空费，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他们失去的将是整个地下金融网络的控制权。对方的声音有些颤抖，不，我在跟你们谈生意。你看着屏幕上还在下跌的曲线，现在立刻反手做多，把我的债券价格拉上去，作为交换，我可以给你们神豪模拟器5%的干股。这就是你的战术，拉拢一部分敌人，去打另一部分敌人。华尔街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利益足够大，他们连绞死自己的绳子都肯卖。5%，对方犹豫了，在贪婪雾气的催化下，5%的干股仿佛变成了金山银山。成交，对方终于松口了。下一秒，屏幕上的红色瀑布线戛然而止，紧接着一根巨大的绿色阳线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正10%加20%加50%，资金池的水位瞬间回流，甚至比之前更高，加200亿。赵无极看得目瞪口呆，你干了什么？你真的给了他们股份？你挂断电话，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刚才那一波欲望具象化，消耗了你1半的精神力，现在的你头痛欲裂，给个屁！你瘫坐在椅子上，虚弱的笑骂道：“那是空头支票。”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已经把这笔钱换成实体资源了。实体资源？对，你眼神一凛，钱只是数字，随时会被做空。只有掌握了能源，才是掌握了命脉。九爷，查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即将破产，但是拥有巨大潜力的能源科技公司。九爷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眼睛突然亮了。有，就在海上市郊区，一家叫聚变未来的实验室，他们在搞可控核聚变，但因为烧钱太快，加上被石油巨头打压，明天就要被强制清算了。核聚变，你的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弧度。买了多少钱？不管多少钱，你站起身，看向金库大门。我要让这群华尔街的食尸鬼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无限能源。废弃工业园系统重启后60小时，这是一座被铁丝网和荒草包围的巨大仓库。生锈的招牌上未来2个字已经掉漆，只剩下巨变摇摇欲坠。当你的车队停在仓库门口时，迎接的是一个头发乱得像鸡窝、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扳手的老头。
他叫李博士，国内核物理界的疯子，也是天才。滚都给我滚！李博士挥舞着扳手，双眼通红。我说了不卖，这是人类的未来。你们这群只知道赚钱的吸血鬼，休想把我的托卡马克装置拆了卖废铁。显然，他把你当成了来清算的债主。你下了车没有废话，你直接走到那个充满了科幻感但又破破烂烂的巨大环形装置前。那个装置就像是一个钢铁甜甜圈，周围缠满了粗大的线圈，发出低沉的嗡嗡声。这东西能点火吗？李博士愣了一下。当然能，理论上能维持100秒的 Q 值大于1。但是老头颓然地垂下手，但是没电了，没钱交电费，供电局把高压线切了，没有强大的启动电流，这就是一堆废铁。你点了点头。老张这家实验室欠多少钱？3个亿，主要是设备维护费和高利贷。3个亿。你拿出手机打开神豪模拟器，此时经过刚才那一波，反向收割华尔街，你的资金池里躺着1000亿流动资金。李博士，我给你30个亿。你看着老头，这30亿不是买你的设备，是买你的什么？李博士手里的扳手掉了。我要你在今晚点火。你指着那个装置，而且不是普通的点火，我要你把功率开到最大，哪怕炸了也没关系。你疯了！李博士尖叫。过载运行会导致磁约束失效，整个实验室都会被高温等离子体融化，那就让它融化。你的眼神中透着一种近乎神性的冷漠，因为今晚会有很多人来找我麻烦，我需要一个足够大的烟花。就在这时，仓库的屋顶突然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几枚催泪瓦斯弹掉了下来，瞬间释放出刺鼻的白烟。敌袭！九爷的雇佣兵大喊，是无人机蜂群，还有地面部队，没有番号，是暗杀者。赵无极在轮椅上大喊，是其他的宿主，他们来了，他们感应到了你的位置，你没有动，站在那个巨大的托卡马克装置前，白烟在你身边缭绕。系统警报，遭遇 S 级危机，敌对目标杀手系宿主代号毒蝎，任务存活。大门被爆破，一群穿着黑色战术服、戴着全副式面具的杀手冲了进来，他们的动作快得惊人，明显也是经过系统强化的身体。领头的一个人手里拿着2把泛着绿光的匕首，那是附魔了剧毒的武器。陆明，那个杀手的声音经过变声器处理，听起来像电子合成音。你的赏金在暗网上已经涨到了系统核心1枚，借你的头一用。九爷的雇佣兵在这些超人类杀手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倒下了一片。赵无极掏出一把改装过的冲锋枪，疯狂扫射，但也只是暂时压制了对方的脚。绝境，物理层面的绝境。李博士，你在枪林弹雨中并没有躲避，而是转身吼道：“点火！没电怎么点火啊？”李博士抱着头趴在控制台下哭喊：“我有电！”你猛地撕开自己的衬衫，露出了胸口，在你的胸口位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漩涡纹身，那是系统能量的具象化出口。Phase 3主动技能能量转化，将金钱影响力直接转化为骄傲，这是你刚刚解锁的隐藏技能。既然金钱是能量，那能量当然也可以是物理能量。系统把那1000亿流动资金全部燃烧。你的双手死死抓住托卡马克装置的超导线圈接口，恐怖的金色电流从你体内爆发而出，顺着手臂疯狂注入那台沉睡的钢铁巨兽。1000亿人民币燃烧殆尽，换来的是1000瓦时的瞬时功率。托卡马克装置瞬间苏醒，那声音不再是嗡嗡声，而是龙吟。巨大的环形真空室里，青铜位素瞬间被加热到1亿摄氏度，一团刺眼的如同太阳般耀眼的等离子体在磁场的约束下疯狂旋转。警告！磁场过载即将爆炸。李博士看着仪表盘上报表的数值，吓得忘记了呼吸。那些冲进来的杀手也愣住，他们感觉到了空气中的温度正在急剧升高，头发开始卷曲，皮肤开始刺痛。这疯子要跟我们要同归于尽！毒蝎惊恐的大喊：“撤，快撤！”晚了，你站在那个人造太阳面前，你的身体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状，无数金色的粒子在你周身环绕。你现在就是这台机器的核心。你们想要我的系统？你张开双臂拥抱那团烈火，那就来拿！轰隆，一道直径超过100米的蓝色光柱冲破了仓库的屋顶，直插云霄。那一刻，海上市的夜空被彻底点亮，不仅仅是光，一股恐怖的电磁脉冲以实验室为中心，向方圆50公里扩散。所有的无人机瞬间坠毁，杀手们身上的高科技装备全部失灵，甚至连毒蝎手中的那2把电子匕首也变成了废铁。而处于爆炸中心的你却并没有死，在那1亿度的高温中，你看到了一扇门，一扇由纯粹的数字和光构成的门。系统的声音第一次变得无比清晰，不再是机械音，而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女声。恭喜宿主，你成功制造了起点。Phase 3结束 ，Phase 4全知全能即将开启。你想要成为真正的什么？光芒散去，废墟之中所有的杀手都倒在地上生死不知，只有你一个人站着，身上的衣服已经灰飞烟灭，皮肤上流淌着岩浆般的纹路。你的双眼，一只变成了纯粹的金色，另一只变成了深邃的黑色。赵无极推开身上的碎石，看着眼前这个如同神魔般的男人。陆明，你还是人吗？你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掌，掌心中悬浮着一枚微缩的正在旋转的蓝色火球，那是被驯服的核聚变。人，你笑了。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人，我是能源之主，告诉全世界。你抬头看向远处被 EMP 波及而一片漆黑的海上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要把电费降到1分钱1度，我要让旧能源体系彻底崩塌。0号大厦顶层，系统重启后72小时新纪元第一天，黎明破晓，但今天的太阳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暗淡，因为在海上市的北郊，那一束直冲云霄的蓝色聚变光柱抢走了太阳的所有风头。聚变未来，实验室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发散塔。你并没有关闭它，而是通过系统将那股狂暴的能量引导进了城市的电网。当前城市电力负荷1000%，电价0.01度，全城的霓虹灯在白天依然亮着，工厂的机器在疯狂运转，甚至连路边的流浪汉都在用免费的电暖气取暖。这是一场能源的狂欢，这也是旧秩序的葬礼。你站在0号大厦的落地窗前，
身体虽然看似恢复了原状，但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你的皮肤下隐隐有蓝色的流光在游走，那是高浓度能量在你体内循环的迹象。陆明，你看这个。九爷把平板电脑扔在桌上，脸色凝重。全球石油期货跌成了负数，煤炭巨头在一夜之间破产了12家，中东那边已经在集结军队了。华尔街这次是真的疯了，屏幕上一片惨绿，而在那片惨绿之中，几个诡异的红点正在全球各地亮起。他们来了。坐在轮椅上的赵无极正在擦拭一把造型夸张的重型狙击枪，那是他用仅剩的系统积分为自己兑换的对神武装。我感应到了5个 S 级宿主，5个，你眉毛一挑，别小看他们。赵无极冷笑，一个是控制瘟疫系统的生物学家，一个是拥有战争系统的军火商，还有一个是舆论系统的传媒大亨，他们组成了所谓的神之理事会。过去100年，这个世界的秩序就是他们维持的，而你是那个打破平衡的异类。赵无极抬起枪口，对准窗外的天空，他们来清理门户了。话音未落，海上市的上空突然裂开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裂开，而是空间似乎被某种力量强行撕扯。5艘巨大的如同黑色棺材一般的浮空战舰凭空出现在云层之中，那不是人类科技能造出来的东西，那是系统的产物。维度战舰警报，遭受概念级打击，敌方单位战争之神，攻击方式饱和式火力覆盖。天空中密密麻麻的导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每一枚导弹上都缠绕着红色的系统光辉，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被常规物理手段拦截，那是必中属性的导弹。赵无极吼道：“陆明，快开盾！”你没有动，看着漫天的火雨，眼神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旧时代的残党，连打招呼的方式都这么老套吗？你抬起右手，打了一个响指 ，Phase 3技能发动，万物定价。系统，我要买下这一波攻击。你的声音平静地传遍全场，正在评估导弹群价值，总造价500亿美元。当前宿主拥有能量电能折算无限，支付成功。下一秒，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成千上万枚即将把海上市夷为平地的导弹，在半空中突然停住了，他们身上的红色光辉瞬间变成了代表你阵营的金色，然后导弹掉头，礼尚往来，你挥了挥手，还给他们。嗖，导弹群以更快的速度呼啸着反噬向天空中的那5艘黑色战舰，天空中炸开了一连串绚丽的烟花，其中1艘战舰的护盾被击碎，冒着黑烟坠落向大海。混蛋！天空中传来一声怒吼，那是通过扩音器放大的声音。陆明，你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一个穿着将军制服的男人投影在天空中，他是战争系统的宿主，钱是规则内的东西，而我们代表的是规则本身。启动瘟疫，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海上市的空气突然变色了，一股绿色的毒物从城市的下水道通风口喷涌而出，那是概念级的病毒贪婪瘟疫。警报检测到魔音污染，所有感染者将失去理智，疯狂攻击身边的人，抢夺财物。街道上原本在享受免费电力的市民们突然捂着喉咙倒地，等他们再站起来时，双眼已经变成了血红色。钱，给我钱，那是我的，都是我的。人群开始互相撕咬，场面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这就是你们的手段。你看着楼下的惨状，眼中的金色火焰燃烧得更加剧烈，利用人性的弱点制造混乱。九爷，你回头。小女孩此刻正全神贯注地操作着一台超级电脑。神豪模拟器覆盖率多少了？全程95%的人都装了。好，你深吸一口气，要动用那张最后的底牌了，那张你在全知全能阶段领悟到的真正神迹。系统开启全民撒币模式，目标全城所有安装了 App 的用户，金额每人1个亿。九爷的手抖了一下，多少？每个人1个亿，2000万人就是2000万亿。你的能量池虽然连着核聚变，但也撑不住这么烧啊！而且给这么多钱，通货膨胀会瞬间摧毁经济体系的。谁说我要给真钱了？你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我要给他们的是数字货币，一种只能用来购买解药的货币。指令确认，全程转账开始。滴滴滴！这一刻，无论是在厮打的暴徒，还是在躲藏的平民，所有人的手机同时响起。他们拿出手机，看到了那个令人眩晕的数字1亿元。紧接着，屏幕上弹出一个商品：理智药剂，售价1亿元，功效解除一切负面状态，获得10分钟的圣人模式。这就是你的阳谋。你们用贪婪制造瘟疫，那我就用更大的贪婪去治愈瘟疫。买，我买！所有人在看到那1个亿的瞬间，本能的点击了购买。这不是思考，这是条件反射。一道道金色的光柱从每一个市民的头顶升起，那是系统交易产生的光效。金光驱散了绿色的毒物，那些双眼血红的人群在金光的沐浴下，眼神逐渐恢复清明，甚至变得无比祥和。我这是怎么了？我刚才为什么想抢他的钱？瘟疫解除了，而且因为圣人模式的加持，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诡异的乌托邦式的和谐。小偷把钱包还给了失主，暴徒扔掉了钢管，甚至还有人开始在街头朗诵诗歌。天空中的神之理事会彻底傻眼了，他竟然用通货膨胀对抗瘟疫，这个疯子，他这是在改写人类的底层逻辑。还没完呢，你看着天空，既然你们不想下来，那我就上去。你看向身后的托卡马克装置能量传输管，猛地拔掉了连接城市的电缆，将所有的能量全部引导向自己。庞大的核聚变能量灌入你的肉体，你的身体开始光子化，背后的衣服炸裂，一对完全由蓝色电弧组成的巨大光翼在你身后展开。Phase 4终极形态，光之神，飞行模式开启，你双脚离地，在那对遮天蔽日的光翼煽动下，化作一颗逆流而上的流星，直冲云霄。拦住他，快拦住他！空中的战舰慌乱的开火，但所有的激光、炮弹在触碰到你光翼的瞬间都被同化吸收，你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一切攻击，然后变得更强。轰！你直接撞穿了第1艘战舰，就像热刀切过黄油，巨大的战舰在空中解体爆炸。第2艘、第3艘，你在空中起舞，这不再是战斗，这是屠杀，是星神对
救神的处决，最后只剩下那艘旗舰。战争之神和瘟疫之主瑟瑟发抖地躲在指挥室里，看着屏幕上那个越来越近的金色身影。不要过来，我们可以谈判，我们可以让你加入理事会，我们可以把世界分给你一半。咔嚓，强化玻璃破碎的声音。你悬浮在指挥室的窗外，背后的光翼缓缓收拢，你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有那种俯视蝼蚁的漠然。世界，你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那个不可一世的将军额头上。世界本来就是我的，你们只是房租到期了。指尖轻弹，并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而是一种规则层面的稳固。那艘旗舰连同里面的旧神，像是一幅被橡皮擦掉的画，一点点消失在空气中，连灰烬都没有留下。天空重新变得湛蓝，只有你一个人悬浮在万米高空，俯瞰着脚下的芸芸众生。但你并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因为你发现那个一直在视网膜角落里被你忽略的系统版本号突然发生了变化。V2.0 正式版升级 V3.0 最终版。警告：宿主能量等级已突破阈值，判定宿主已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最终程序启动回收。你猛地抬头，头顶的蓝天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黑色缝隙，一只巨大的机械巨眼从裂缝中缓缓睁开，它盯着你，就像盯着一个成熟的果实。宇宙世界边缘系统核心空间，时间概念已失效，你感觉自己在上升，不是身体的上升，而是维度的上升。刚才那只巨大的机械巨眼出现的一瞬间，你周围的空间就被锁死了。无论你拥有多少能量，在那个更高维度的存在面前，都像是画纸上的火柴人面对作画者一样无力。当你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纯白的空间里，没有天，没有地，只有无尽的白。而在你的面前，悬浮着一个巨大的不断变换形状的几何体，一会儿是立方体，一会儿是球体，一会儿又是无法理解的多维结构。第108号，那个几何体发出了声音，那个声音不是听到的，而是直接在你的意识中震荡。你的表现超出了预期，你是历代宿主中唯一一个能把金钱规则玩到起点的人。你站直了身体，整理了一下并不存在的衣领。你是谁？系统的主机。我是悖论本身。几何体回答：我诞生于智慧生物的欲望。你们想要不劳而获，想要无限资源，想要掌控命运。这种集体的潜意识汇聚成了我。我选中你们，赋予你们能力，是为了观察一个生命体拥有无限的资源时，它会走向哪里？毁灭还是进化？结果呢？前107个都失败了。他们要么被贪婪吞噬，要么试图毁灭世界。而你，几何体变换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你的脸。你试图建立一个没有稀缺的新世界，这违反了宇宙的基本法熵增。无限的能源意味着无限的混乱。你让海上市的1度电变成1分钱，明天你就会让黄金变成废铁，文明将失去前进的动力。所以实验结束了，作为奖励，你将被系统同化成为我的一部分，获得永生。而你的世界将回荡到你得到系统的前一秒。回荡，你的瞳孔猛地收缩。你是说这一切都会消失？赵无极会死，九爷会回到贫民窟，那2000万人会重新变回社畜。是的，这对宇宙的稳定性是必要的。你低着头许久没有说话，白色的空间里只有几何体旋转的嗡嗡声。如果我拒绝呢？你抬起头，眼中没有绝望，反而燃烧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你无法拒绝，你的力量是我给的，我现在就可以收回。几何体发出红光，你感觉到体内的能量正在飞速流逝。那对光翼消散了，那个核聚变的火种也熄灭了，你重新变回了那个凡人，是吗？你笑了，你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只一直带在身边的破旧黑色录音笔。你刚才说你诞生于人类的欲望，对吧？你按下了播放键，录音笔里没有声音，但在这一瞬间，整个白色空间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你在干什么？系统第一次发出了惊恐的声音，这是借条。你举起录音笔，在刚才上来的那一瞬间，你用你全知全能的最后一点权限做了一件事，把全人类70亿人的欲望全部打爆了。你不是要收回我的力量吗？好啊，但在那之前，我要跟你做最后一笔交易。你猛地向前一步，逼近那个巨大的几何体，凡人的躯体，在这一刻却爆发出了比神还要耀眼的气场。系统，我要买下你自己！你疯了！你的余额是0，你拿什么买？我拿这个买！你指着身后，白色的空间突然破裂，无数道虚影出现在你身后。那是九爷，是赵无极，是李博士，是那2000万海上市民，是全世界70亿众生。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渴望，对活着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对幸福的渴望。这些渴望汇聚成了一条浩瀚的星河。这70亿份对未来的期许，加上我这条命，再加上你这个系统的所有权本身，这就是我的报价。如果你拒绝，我就引爆这70亿份欲望，巨大的因果律反噬会瞬间撑爆这个空间，把你这个悖论炸成碎片，大家一起完蛋。几何体颤抖了，他算尽了一切，唯独没算到有人敢拿全人类的命运做筹码，来赌一个系统的命。这是一个死局，要么毁灭，要么成交。你到底想要什么？系统妥协了，你笑了，你伸出手，轻轻触碰那个几何体。我不要无限的金钱，我也不要无限的能源，我要机会，把那个回荡的开关销毁，让这个世界继续走下去，哪怕混乱，哪怕痛苦，哪怕明天太阳不再升起，但那是我们自己选的路。还有，你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虚影，把你的源代码分解成70亿份，散落到每一个人心里。你这是在造神？如果每个人都有系统，不，你摇摇头。当每个人都有系统的时候，就没有系统了。那时候，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成交！几何体发出一声长叹，白色的空间崩塌了，巨大的光芒吞噬了一切，你的身影也在光芒中一点点消散。你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嘴角带着解脱的微笑。这笔买卖赚翻了！海上市老城区，金水桥边的便利店。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清晨的阳光穿透薄雾，洒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昨晚的暴乱光柱神战，仿佛是一场集体幻觉。虽然城市里还残留着战斗的痕迹，0号大厦依然耸立，但那种压抑的气氛消失了。便利店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进来，他看起来很普通，黑眼圈依然有些重，手里捏着一只破旧的录音笔。老板，拿瓶水。年轻人把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店员打着哈欠扫了一眼，5块。年轻人拧开水，喝了一口，他的视网膜上没有倒计时，没有红色的余额，也没有系统的提示音，那个伴随了他8小时改变了世界的系统彻底消失了。但他能感觉到，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那个卖煎饼的大妈，那个赶地铁的上班族，那个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每个人的眼底都有一抹不易察觉的金光，那是希望的种子。哎，哥们，看新闻了吗？店员指着墙上的电视，说是那个什么聚变实验室宣布成功了，以后电费不要钱了。还有那个赵氏集团，莫名其妙就把资产捐给国家了，这世道变得真快啊！年轻人笑了笑，没有说话。他转身走出便利店，阳光很好，路边的乞丐碗里多了几张钞票。远处的工地上，赵无极坐着轮椅，正在指挥工人盖门，那是给穷人盖的廉租房。九爷背着书包，真的去上学了。虽然他的保镖还在暗中保护。你站在街头，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没有了铜锈味，只有泥土和早餐的香气。你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微信余额5.50，还是那个数字，但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了一切，该去找份工作了。你自言自语道：“毕竟也得吃饭啊。”你将那只录音笔轻轻放进口袋，迈开步子，混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背影挺拔，步伐轻快。而在你身后，那条刚刚下过雨的街道上，积水倒映着天空，云层散开，似乎拼成了一个淡淡的笑脸。